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以恩。你真的搞懂了 View 3的响应机制了吗？为什么瑞福在处理复杂的物件时也能够做到深层监控呢？它跟 Reactive 到底有什么秘密关系呢？我不只要让你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我还要带你知道 Nesttake 的关键用法。好了，不废话了，我们马上开始吧。大家在用瑞符的时候，是不是最常用它来存数字和字串？其实瑞符的能力不止如此，它就像一个万能的盒子，不管是复杂的物件，或者是阵列，甚至是 map 和 set 的结构，它通通都能装进去。最厉害的地方，瑞符支援生成响应，这代表什么呢？即便你的资料结构像迷宫一样有好几层的时候，只要你修改了最角落的一个小属性，View 一样会知道，它会精准地捕捉到变化，并在瞬间同步更新画面。你再也不用担心资料埋得太深，会让网页断线没有反应，因为在瑞符的世界里，响应式是没有死角的。我们来实做生成响应的范例吧。我们这边要开始实做了。我们将我定义好的 CSS 样式存到 style.css 里面。我们在资料夹下建一个 style.css 的档案，并把样式贴上。我们先定义 list item 传入属性的 interface， 这样我们可以在多档共用这个 interface。我们来建立 types 的档案，并新增 interface。我们这边已经宣告了 interface， 里面设定了 ID、text、total 等等的型别。这是 list item 的元件的设定。我们再来建立 list item 元件，并设定外部传入的属性。我们这边设定了 list item 元件的基本结构，并汇入了 list item 的 interface， 使用了 define props 的函数来定义元件的输入属性。我们回到 menu 的元件，来载入 style.css 的档案，而新增 list 的资料，并把 list item 的元件载入。我们刚刚建立 list 的 ref 变数 ，list 是复杂的资料，里面有阵列也有物件，而且它会生成的响应。我们也建立了显示的画面。这边最重要的是，虽然这是之后要分享的，可是很重要，所以要先提。在 list item 标签上面的冒号 key 这个属性，对 view 非常的重要。冒号 key 的值不能重复，如果重复 view 就无法找到元件，这样就会渲染到错误的元件，这样会影响到效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时候要加入修改 list 的函数，另一个是重置的函数，并加上互动的按钮。
我们完成修改函数和互动的按钮了。等等，我们要把 list item 的元件的程式给补齐。让我们回到 list item 的元件吧，然后新增显示的内容。我们有使用到 ref 和 watch 的函数，因为我们要表现出生成响应的样子，所以新增一个 ref 的变数，名称叫 className， 型别是 string， 预设值给空白，使用 watch 函数侦测。如果 total 的值被改变时，我们将要把 className 的值改变。过一段时间又改回去空白。我们现在就来测试功能，看看 REF 能不能够生成响应。我们分别按增加物品数1、2和全部重置，来看看是否正常。结果可以看到正常的结果，所以ref对复杂的资料也是可以生成响应的。在开头不是提过吗？ref 和 reactive 有秘密关系吗？现在就告诉你，就是 ref 侦测到复杂的资料时，物件、阵列、map、set 的结构就会交给 reactive 来处理。不相信吗？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哦。我们先回到 main view 元件里，将 isReactive 函数汇入。我们刚刚使用的 isReactive 的函数来检查是不是 reactive 的型别。我们看结果 list 竟然是 reactive 的型别。count 不是 reactive，ref 其实很聪明的，它会根据你给的资料型别自动分派任务。当你喂它是简单的资料型别时，它会用自己的逻辑来处理。如果你给它的是复杂的型别时，它就会转交给 reactive 来处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ref 与 reactive 的特殊关系了。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点个赞。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之后有任何新的内容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废话不多说，我们继续下去吧。在 View 3的 Reactive 和 Ray 都能够实现响应式，它们的底层机制大不相同。虽然都能够追踪资料的变化，但 Reactive 是为了复杂物件量身打造的。它直接把物件包成响应式代理。Vue 3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它改用了 JavaScript 的 proxy 的机制，因为它可以监听整个物件的存取，不必像 Vue 2逐一去定义属性。这不仅效能更轻快，还完美支援 Map、Set 现代 JS 的集合。重点来了，即使你把 ref 的变数放到 reactive 里，依然正常运作，保持响应。最方便的是，在你使用时连点 value 都不用写， Vue 会自动帮你处理好所有的联动。不过这意味着它无法处理一些简单的型别，例如字串或数字，也不建议直接解构赋值。一旦你把属性解构出来，它就会变成普通的变数，从此失去联动响应的功能。我们来实作 reactive 的范例吧。你看，非常简单。
我们把上一个范例把 ref 改成 reactive， 并把点 value 全部换掉，这样就好了。功能是完全正常的。大家在写 view 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明明已经把资料给更改了，但下一行程式码去抓画面上面的高度，却仍然是旧的。这是因为 view 为了让电脑不卡顿，它会累积一下再更新画面。这时候你就需要 next tick，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等一下再行动的方法，就像你去买网拍时，要购买就是改资料， next take 就是开箱的时候，你不能购买后的1秒就想要拿到货物，还是要等物流送到你家。所以大家已经发现 next take 的重要性了吧？我们来实做 next take 的范例。我们会用 nextTake 函数来使用，新增 push item 的函数，而加入物品3的按钮，并用一个 div 把 list item 元件给包起来，再加上 nextTake 使用前后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使用 nextTake 前是122，后是18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了 nextTake 后，我们就不用猜什么时候完成渲染，就可以准确地进行下一步的程式。影片到这边，我们已经知道 view 和 ref 和 reactive 的关系，也明白了生成响应的原理和 nextTake 的关键时刻的用法，希望有帮助到大家。这边会有我推荐的影片，如果有兴趣一定要收看。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哦，拜拜。